好，我們今天繼續講藥，第4味藥甘草。甘草是一味很重要的藥也是中醫裡的一大功臣。為什麼如果說這個中醫的那個處方用藥它是從什麼開始的？那我們跟大家說，就是從甘草開始的。為什麼？因為大家知道我們古代的祖先用藥治病都是從單方開始的。單方就是單味藥嘛，就是一味药一味藥這樣子用，所以一般上這個用的量都特別大50克幾百克都有的那麼因為這樣子長期的大量用所以也會很容易出現這個副作用的問題矯枉過正了嘛反正這樣子不好。那麼古人呢，他就想要怎麼樣就想要聯合用藥現在西醫講了聯合用藥是吧就可以減少它的副作用處方的時代就這樣開始了大家看我們講這個《傷寒論》的系列課程裡面其實就有反覆提到這個甘草的重要性了醫生張仲景呢，其實就很喜歡用的這個甘草，而且呢，日本的中醫我們叫做漢醫，他們就認為《傷寒論》的方子它是有基礎的就是從這個最小的方子開始我們叫做小方，而這裡面的小方很多都會用到甘草比如說這個桂枝甘草湯桂枝跟甘草是吧？然後甘草麻黃湯，麻黃跟甘草。大黃甘草湯大黃跟甘草芍藥甘草湯，芍藥跟甘草這些那麼古人就觀察再把這些藥物慢慢疊加比如說把這個2味藥的小方再合在一起就變成了有3味藥、4味藥、5味藥這樣子的大方了那麼慢慢呢就可以治療更多更複雜的病也可以避免一些副作用所以就慢慢出現了這個大家都喜歡用方子的而比較少用這個單味藥所以我們講甘草很重要因為它是這個處方用藥開始的這個基礎了但是這樣一味藥呢，最近因為至少500年都很少有人提起雖然大家都知道它很重要也把它稱為什麼藥中國老。你說這個國老那個地位多高是吧？國老雖然講是這樣講，但是用的人特別少真的是特別少。而且還有一個習慣是什麼就是開藥的時候比如說這個原處方裡面、經方裡面有這個甘草，但是大家也會習慣性把它拿掉不用所以也凸顯出大家對於這個甘草的誤解，或者是說不會用認為它效果不好，這樣的情況也是很多所以很少人知道它的妙用。所以我們今天就用《本草經》的記載來講大家就知道這味药為什麼那麼好用。好，我們看《本草經》叫做味甘平，作用和味道它都是甘的很甜所以它可以緩解急症治療急症我們以前日本他們會用甘草來這個釀造這個醬油，所以日本的醬油味道都是甜甜的是吧所以我們有甜醬油、鹹醬油嘛，所以現在我們很多加工食品也會用到這個甘草來調味所以我們之前也講過在小時候我們還沒有糖果出現的時候，那小孩子都會去這個藥店買甘草，然後含在嘴巴裡面當做這個糖果這樣來吃所以這也是最早的一個糖果了那我們現在我們煮藥材湯也是會發現這個有放甘草跟沒有放甘草它的味道是不一樣的。有放的話它的味道比較順口，比較溫和它有這個調和整個藥味道的這個作用。所以講經方也是受到這個烹飪的影響，很重視這個調味我自己呢就比對過很多這個經方跟實方的味道很多經方的味道其實都不会到很难喝，都是還可以接受的但是很多實方它的味道很猛烈，特別衝，真的是不是開玩笑的。有時候我做實驗買1-2副这樣來喝喝了一次就放在那邊不敢喝因為很難喝實方是有些味道是比較衝的所以我們講这個喝藥調味也很重要。因為我們講的病人一般喝藥都是要喝幾個月的，那如果很難喝的那麼病人心理負擔很重他就很難堅持下去所以這個藥效也很難維持所以這個處方上面調味也特別重要那麼平性呢，就講它這個寒症熱症都可以用，所以很安全那我們接着看《本草經》說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肩筋骨長肌肉背利，經瘡腫解毒那五臟六腑講的就是內臟器官寒熱邪氣我們講過嘛，寒熱就代表我們感染以後出現的惡寒發熱這個所以古人講寒熱其實代指的就是感染發炎那麼邪氣呢，就是指的病原體、細菌、病毒這些所以大家知道為什麼張仲景治療感染也用甘草，依據就是這一句話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什麼感染都可以用上它
而且它藥性是平的嘛，所以很安全，是吧？所以《伤寒論》裡面還有一個方子就是用一味藥叫做甘草湯，專門治什麼喉嚨這個不舒服。這個效果也是特別好。那我們曾經有一個病人就是喉嚨不舒服，喝甘草沒有效果，我們就說他那個為什麼他已經很紅腫了喝甘草的力量已經不夠了所以如果大家早期感覺喉嚨不舒服你含這個甘草片還是可以的所以這個大家要知道一下那麼甘草為什麼對於治療感染那麼有效除了說可以抗病毒細菌以外更重要的還是對這個腎上腺激素的這個調節。我們上一集講到這個人參就說過，這個人體在面對感染的時候腎上腺激素會大量分泌，是吧？幫助我們盡快解決這個感染。所以很多人得慢性感染或者是生病了很久都不會好，差的可能就是一開始這個腎上腺它不夠給力它一開始不夠給力。那麼人參呢，它就可以直接刺激這個腎上腺分泌所以有时候我們這個感染病人他的這個正氣不足，我們就會用到人參。但是大家知道人參很貴，是吧？人參很貴，所以以前老百姓怎麼可能有錢買所以呢，會用什麼？就用甘草所以甘草它就有平民人參的這樣一個稱呼了。那麼甘草的作用就更加溫和了，它不是直接刺激這個腎上腺分泌了。比如說我們講一個公司裡面人手不夠，員工不夠那麼人參是什麼？它就是招人來幫忙叫多幾個人來幫忙那麼甘草就不是，它是怎麼樣？它是讓這些員工加班是吧？所以甘草有這個效果，它讓這個腎上腺激素發揮作用的時間更長久那麼感染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營養的流失。在感染的時候能量、維生素、微量元素等等它都会大量釋放到血液裡面，所以很容易因為什麼？因為這個腎臟過濾的作用導致它們從小便裡面流失掉。所以有時候感染久久不好其實是因為這個營養流失導致的比如說我們講這個維生素 C、維生素 E 這些，它們能夠保護我們的血管器官。那麼在這個感染的時候就有大量的維生素它會從這個小便流失。這是因為什麼？是因為這個感染破壞人體破壞人體，那麼人体就要釋放這個維生素出來保護人體嘛，它就會大量進入血液。那麼進入血液多了，腎臟過濾也會多所以就變成什麼？很多還沒有用就白白從這個小便流失掉所以那麼怎麼辦？所以人體也不能坐視不管，是吧？所以在感染的时候腎上腺還會分泌一個激素叫做醛固酮醛固酮為的是什麼？就是保留水分，減少這小便的這個分量。這樣做呢，就可以避免這個營養從小便白白流失。為什麼要講到這一點因為現在研究也發現甘草它就有這個類醛固酮的作用，真的是很厲害這個很多人都知道說平時不能亂用甘草，為什麼？它會升高血壓，是嗎？你保鈉排鉀的那個你這個鹽分多了，那你這個水分也會多，它就高血壓了嘛，是吧？但是呢，在感染的時候這個情況卻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所以《本草經》接着這個寒熱邪氣就說堅筋骨、長肌肉、備力這個堅筋骨呢，就是說這骨骼變強壯這是因為感染的時候我們骨頭的鈣呢，它其實會分離進入血液裡面，所以骨頭會變弱的。而甘草呢，它就已經被證實可以避免這個情況的發生而且動物實驗顯示甘草可以促進骨生成，那麼也可以通過治療感染來避免骨鈣的流失這是这一點。而且大家知道甘草是豆科植物，豆科植物它都富含類黄酮成分它有點類似這個植物性雌激素，所以像是我們更年期女性因為雌激素暴跌以後，這個骨鈣流失、骨質疏鬆，那我們也会用到甘草，效果也不錯的再來是長肌肉，感染的時候呢，肌肉也會流失，尤其是病人基本這個營養情況不達標的情況下，蛋白流失會更快所以我們講有時候這個老年人肌少症也是因為感染引起這個肌肉流失有關。那麼這個甘草也能改善這個肌肉流失的情況，它也可以通過這個抗感染來發揮長肌肉的功效所以特別好。那麼我們說有了肌肉，有了物質是不是就有力氣那麼也未必。為什麼？因為肌肉要發揮這個正常的收縮舒張作用，還需要很多營養素的這個參與。比如說我們講鈣鎂離子，還有這個鉀離子，這些都是直接參與肌肉收縮舒張的這個營養素。所以在感染的時候這些營養素也會從這個小便流失。所以甘草這個類醛固酮的作用就可以避免這一點了所以這個也是有這個備力的作用。那我們接着看經瘡腫。什麼是經瘡腫？這個腫呢，它其實就是通我們的腫經瘡就是外傷外傷引起的這個腫也就是說呢，你不管是因為感染引起的紅腫，
還是因為外傷引起的紅腫，甘草都可以發揮作用。因為什麼？甘草它不是直接殺害細菌病毒的它是幹嘛？它是激發人體修復處理傷口的這個能力所以不管是有沒有細菌病毒只要是有傷口只要是這個有發炎，不管這個傷口它是開合的還是閉合的，甘草都有一定的作用因為甘草它主要是一個修復的作用，是吧？所以我們講為什麼要這個學的這個傷寒論不只是能夠治療感染，而且是這個不是感染的病也可以治療。因為中药它的下手處不是針對這個細菌病毒的，它的下手處是人體的本能所以不管是感染發燒，還是因為你心臟病、糖尿病根本原因其實都是因為这修復愈合这個能力變差了。所以中醫處理的是這個修復的這個能力、愈合的能力，西方叫做治癒力，是吧？所以大家要知道中西的區別就在這裡了。那麼最後一個就是解毒。解毒一般講就是我們講的不小心吃了有毒性的食物這時候就可以用這個甘草來解毒了。所以古人有一個方子叫做甘豆湯甘草跟大豆幹嘛的？就是治療這個食物中毒的效果也不錯。為什麼甘豆湯它可以解毒？我們講這個食物進入這個胃腸道裡面有2個關口要經過，一個就是胃腸的吸收，第二個就是經過這個肝臟的排查。那麼甘草呢，它就可以刺激這個胃腸粘液這個分泌，把這個胃腸黏膜增厚，所以它除了可以稀釋這個毒物的這個濃度以外，讓它比較慢進入人體，它也可以保護胃腸道減少對胃腸道這個刺激。俗話講的就是墊胃嘛墊在胃裡面保護胃腸道。那麼第二個就是這個肝臟需要排毒的話，它需要很多營養素的幫助，尤其是蛋白。而這個主要這個大豆它的蛋白就可以保護肝臟，維持肝臟正常功能嘛，避免這個肝臟受損，是吧？這個大豆呢，有人用這個黑豆或者是綠豆效果都可以的但是如果大家吃進去的是化學毒比如說像農藥這種這種濃度特別高的，那麼趕快去醫院不要用這個甘豆湯這個來不及這個甘豆湯對於一般的食物中毒，比如說你食物不新鮮發霉，那個還可以那個還可以好吧？那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個講的就是不要小看任何一味藥以前學醫的時候有一句話講，這個路邊的草你不知道的人就當作野草，知道人當作寶甘草也是這樣，它從國老變成國草了現在是吧？被大家忽視了幾百年，大家都喜歡用貴的東西人參這是什麼其實養生治病最重要是用對的藥，尤其傷寒論的方子出名是簡便連效，甘草呢就是裡面的代表，絕對是代表特別的有效，也特別的連也特別的方便，大家要重視起來。那第二點呢，就是講治病絕對不是硬碰硬醫生的責任是守護病人的本能，這個很重要醫生是幫助病人制造這個最有利的條件，我們講說造勢比如說這個甘草它可以預防營養不良的這個情況醫生呢他就是人體的後勤部隊，是軍事他不是士兵，我們不是上場打仗的我們是給人體建立最好的條件，給他提供這個武器營養就可以了。那麼如果對抗的話，我們就知道一定是两敗俱傷，而且傷得最深的一定是自己為什麼？因為這個戰場在人體所以如果我們有時候過度使用這個化學藥的話，反而會傷到我們自己。我們講是殺敵1000自損800，是吧？所以西方醫學始祖希波克拉底他就講過一句話，講這個治療的前提就是不傷害，這個真的是真理中的真理大家要知道，要會選擇好壞不能只想着急功近利表面上好看但是底下可能是滿目瘡痍都是做表面功夫的，那麼以後就有的受了，知道嗎？因為這些不懂事欠下的這個健康債，以後都是要慢慢還回去的欠的東西是要還的，知道吧？好，那我們今天的這個視頻就到這裡。那如果喜歡的話，可以訂閱、按讚分享出去。那歡迎大家留言交流分享你們的看法。那我們下次再見了。